2026年4月，就在大家以为今年的财政红包已经发完，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的时候，政府突然丢出了一枚重磅炸弹，直接额外增拨10亿新币。在新加坡的财政字典里，这就不是常规操作，这叫紧急干预。原定2027年才发放的500新币 CDC 礼券，硬生生被提前了半年，直接砸到你脸上。新加坡政府从不打无准备之仗，财政部的预算案向来是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长期规划。这种赶时间的背后，绝对是某项迫在眉睫的压力测试指标亮起了刺眼的红灯。看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到了9月份，原本的现金补助又在预算外临时加码了200新币。在新加坡这样以精算著称的系统里，临时加码等于官方变相承认，之前建立的通胀压力测试模型失效了，物价上涨的斜率已经超出了原本设定的安全阈值。以2025年制定的财政预算为例，当时设定的物价缓冲期是完全按照平稳曲线来走的，现在突然把2027年的钱挪到2026年中旬来发，说明底层的购买力正在被快速侵蚀。这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这是系统在疯狂打补丁。今天我们不聊领钱的快乐，我们来聊聊这10亿红包雨背后那套精密运作的通胀对冲系统。看懂了这几个动作的底层逻辑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笔钱根本不是给你的福利，而是系统给你的生存维护费。很多人收到钱的第一反应就是爽，转头就去 NTUC 直总平价超市买点高档海鲜，或者给家里换个新手机，感觉生活质量瞬间又回来了。官方通报说240万人受益，这波力度看起来确实诚意满满，全岛一片祥和。但我们需要把账算得明明白白，这10亿新币绝对不是搞什么平均主义平摊给每个人的，它的底层跑着一套极其严密的分配算法。我们要看透这笔钱到底流向了哪里，是变成了无效的冲动消费，还是变成了稳固社会结构的承重墙。直接看数据，这10亿资金池里拿到大头的永远是1房到2房式组屋的低收入群体，他们拿到的 USAVE 水电费回扣和杂费补贴占据了极高的权重，而住在公寓或洋房的高收入群体拿到的现金比例被严格压缩。对于底层群体来说，这笔钱叫续命。1个月几百块的水电杂费补贴，直接决定了他们这个月能不能按时交上账单，这是最基础的维稳。对于中产阶层来说，这笔钱叫杠杆，几百块的 CDC 礼券刚好抵消了日常开销的增量，让他们原本准备用来消费的工资得以保留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发钱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这哪里是福利，这分明是政府在通过极其冷酷的精准滴灌，把钱强行塞进那些最容易被通胀击穿的环节。只要底层不崩，中产不慌，整个社会的运转齿轮就不会因为物价上涨而卡死。新加坡金管局 MAS 原本对2026年核心通胀的预期死咬在 1.0% 到 2.0% 之间，但中东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剧烈波动，加上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成本，让这个预期瞬间变成了一个笑话。输入型通胀的洪水已经漫到了家门口。最关键的线索藏在时间线里，6月份政府大张旗鼓的发钱，紧接着7月1日法定退休年龄直接上调至64岁。重新雇佣年龄上限调高至69岁，更狠的是，55岁到65岁员工的 CPF 公积金缴纳比例同步调高1.5个百分点。这是一场极其精密的倒计时时间差游戏。7月1日那天，当你的 CPF 扣除额增加，看着工资单上到手的现金实实在在缩水的那一刻，普通人绝对会感到心慌甚至愤怒。但巧妙的是，就在半个月前的6月，你刚刚拿到了那一笔提前发放的现金和 CDC 礼券。一个活生生的56岁企业中层，7月份因为 CPF 新政，每个月少拿了几十块现金，但他摸了摸口袋里6月份刚领到的几百块红包，那种资产缩水的不适感被瞬间麻醉了。政府用6月的一次性红包完美填补了7月长期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。这就是外科手术级别的预期管理，用短期的财政放水去对冲长期的结构性成本上升。现在的你到底是觉得领到这笔钱更开心，还是更担心7月以后的生活成本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晒出你的账单是涨得多还是领得多。阿明带你算算这笔账。要跑赢这场通胀，普通人必须看透这套精密算法。
首先，我们要拆解能源危机下的结构性通胀推演。为什么能源价格的波动会成为新加坡系统性风险的引爆点？因为新加坡95%的电力依赖进口天然气，国际天然气价格稍微打个喷嚏，新加坡的国家电网成本就会重感冒。政府疯狂发放 USAVE 水电费回扣，表面上是帮你交电费，实际上是在引导民众进行被动式节能升级。看看那些拿着 USAVE 回扣却依然抱怨电费越来越贵的家庭，他们家里的空调还是10年前的3级能效老古董。聪明的做法是什么？立刻叠加使用政府的气候友善家庭项目补贴，把手里的钱直接砸向5级能效的变频空调和高能效冰箱。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替你永远交电费，而是用这笔钱贿赂你，让你赶紧完成家庭高耗能电器的换代，从而从根本上减轻国家电网的负荷压力。你不换，明年的电费涨幅就会把你的回扣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接下来看利益流转，怎么把生活杠杆变成资产锁死。月入1万以下的中产阶层拿到 CDC 礼券和现金补贴后，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消费资金。在通胀周期里，消费资金就是废纸，你必须把它看作税务抵扣的种子资金。拿到500新币 CDC 礼券去超市买日用品，这叫常规操作。核心在于，你原本准备用来买日用品的那500块现金省下来了，这500块绝对不能留在银行账户里吃灰。必须在收到钱的当天直接转入你的 CPFMA 保健储蓄账户或者 SRS 退休辅助计划。按照新加坡的税制，这笔存入 CPF 或 SRS 的钱将在2026年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中获得1对1的税务减免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政府替你买单了超市的账单，你用省下的现金为自己存下了高息的养老钱，同时还合法砍掉了明年的税基。最后来看制度死角，小老板的隐形补贴真相。这次政策把企业所得税 CIT 回扣从40%直接提至50%，上限封顶在4万新币。很多小微企业老板觉得这只是锦上添花，大错特错，这是防止你们集体断气的救命钱。一个在邻里中心租店面做餐饮的小老板，正面临着租金续约暴涨20%的生死关头。这额外增加的10%税务回扣，绝对不是让你拿去分红或者改善生活的，它是政府精准计算后用来抵消你租金上涨和人力成本飙升的缓冲垫。如果你是小老板，这笔钱必须立刻投入到点餐系统升级或者后厨自动化设备上，用这笔免掉的税去买未来的效率，否则当这波财政补贴的药效过去，下一轮租金上涨到来时，你就会成为通胀高压下第一个倒闭的牺牲品。新加坡的这套系统本质上就是一场长期的生存博弈，它设计的初衷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大富大贵，而是为了让整个国家机器在极其恶劣的全球通胀周期中绝对不崩盘。看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因为账户里多出了几百块钱而沾沾自喜，因为你已经深刻意识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天降横财，这只是系统为了维持长期稳定运转，向你支付的一笔微不足道的维护费。这10亿新币到底是通胀的灭火器，还是下一次更猛烈通胀的前奏？你觉得这种发钱加调控的模式，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大环境下还能持续多久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看法。如果你不想在下一次政策变动中成为被收割的那一个，记得订阅频道。下期视频，阿明将为你硬核拆解2026年下半年新加坡资产配置的最后窗口期。我们下期见。